最近走路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想一件事：如果把时间放在更长的尺度上来看，现在做的这些定投选择，在2026年回头看，还会不会是一个让我安心的决定？我发现，越是接近一个新的时间节点，人反而越容易焦虑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别大的事情，而是因为信息太多了，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声音。有人说美股估值太高了，有人说长期来看依然值得继续投入，有人强调要抓住下一个风口，也有人提醒要降低风险，保住现金。这些说法本身都不算错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们往往会把人带进一个状态，就是不断怀疑自己原本已经想清楚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想借这个机会，站在假想的2026年之前，把我现在对定投这件事的想法完整地理一遍。这并不是建议，只是我自己的思考过程。对我来说，重新思考定投，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突然看空市场，而是因为资产慢慢积累之后，心态发生了一点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关注更多的是收益，后来慢慢发现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能不能持续。因为定投这件事本质上并不难，难的是在行情不好、情绪低落，或者外界声音很嘈杂的时候，还能不能继续按原计划执行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定投策略本身的正确性远没有可持续性重要。如果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往前看，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几乎可以确定的。第一，市场一定还会有波动，不管是股市、汇率，还是整体经济环境，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。第二，短期预测依然会非常不可靠，越是看起来逻辑严密的判断，越容易在现实面前被打脸。第三，长期来看，真正拉开差距的，往往不是抓住了哪一次机会，而是有没有把一个普通策略坚持下来。基于这几点，我现在对定投的要求其实变得非常简单。我目前采用的定投思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尽量简单，尽量低成本，尽量少做决定。我不再追求复杂的配置，也不想频繁调整比例，只希望选一个覆盖面足够广、长期成本足够低的方案，然后把更多精力放在生活本身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，你不需要每天去判断市场对错，市场上涨你继续投，市场下跌你还是继续投，你的动作是固定的，变化的只有价格。对我来说，这种把判断权交给时间的方式反而更让人安心。当然，我也很清楚，这种策略并不是没有缺点。如果市场长期横盘，体验感会很差；如果遇到较大的回撤，心理压力也一定会存在。所以，我从来不把定投当成一种保证成功的方法，它更像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在不确定世界里尽量降低出错概率的选择。我会给自己保留足够的缓冲空间，也会接受短期内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结果，因为我真正关心的并不是1年、2年的表现，而是10年之后的状态。如果真的站在2026年回头看，我希望自己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：我没有因为一时的情绪放弃原本合理的计划，也没有因为害怕错过而不断推翻自己的决定。我只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反复地做了很多次，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好的结果了。最后还是要强调一句，这些内容只是我个人在这个阶段的思考，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每个人的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、生活节奏都不一样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比照搬任何结论都重要。如果你也正好在考虑类似的问题，希望这些想法能给你一点参考就够了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继续想这些问题，但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对自己的定投选择是相对平静的。